嗨，大家好。每天早上的骑行呢，就在这些集体唱歌的歌声当中开始。说句心里话，对于这些聚众在公共场所不顾大家的清静，放声高歌的人群确实有一种无奈可是你如果要去思考一下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其实你可能就会有新的认识很长时间我们对这种无奈的现象熟视无睹，其实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思考其中的原委。就那么些人，他们吃饱喝足，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以一种集中的意志做着同样的事情？相信这些事情未必是每个人都认为符合自身的利益，而且无关他们的生活品质，起码也不会带来任何的收入，反而呢要倾注很多的时间去符合大家共同的某种价值观。难道他们真的忙完家务以后就无所事事，没有自己的业余爱好，不想拥有自己的时间，哪怕是在家里空调的房间，或者是绿荫下的阳台上看几页书，喝一杯茶，保持一份内心的宁静？其实他们并非不想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而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其实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好像一个天幕笼罩着他们的天空。而那些貌似行动自由的人们，其实冥冥之中都被某种利益所支配，使得你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当中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因为很简单，如果你保持独立特行，你将会在精神上失去同类的依靠，而自身的渺小不足以让自己像一棵大树一样生扎土地，迎风而立。而每个个体在一个社会的环境当中，其实绝大部分就是一棵棵的小草，即便你骑在墙头，你也要迎风摆动，如果不随波逐流，就有可能被连根拔起。所以小草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第一，依附强权；第二，抱团取暖；第三，才有浑水摸鱼的机会。在强权面前，普通老百姓习惯于称自己是草民，其实就是社会当中一棵棵小草那样。如果你不想自生自灭，那就要和其他的小草长成一片。为了生存，你就必须迎合同类，放弃相当部分的自我，在很多情况底下不得不随之起舞，掩藏自己的内心，克制自己的意念，放弃自由的追求。所以对于那些集体的广场舞，对于那些自己都不知道在唱什么的歌曲歌词内容，很多情况底下并非是大家主动的选择，而是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服从生存法则的不得已的选择。人类社会从原始的大同社会自从形成了财富，就有了权力，权力的集中就意味着财富就被统治阶层以及他们身边的强大的利益集团所垄断。绝大部分民众基本上只能忍气吞声的生活，虽然朝思暮想着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阶层的跃升，而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的结果，大多数的民众依然也就是处于温饱的阶段，无非是某些年代这口饭吃得好一些，而另一个时代恐怕果腹都有困难。而老百姓但凡只要还有生计，还能维持心目当中对小康的追求，那他们就主动的去和谐社会，尽量不去打破现实生活中的平衡。
只会把他们内心当中的不满、对现实的抱怨发泄在他们亲朋好友小范围的聚餐之时，基本上就成了和自己的闺蜜之间的悄悄话。而回到现实，在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会换成一张与人无害、与世无争、易于相处的，说大家都在说的话，唱大家都在唱的歌。至于自己是否喜欢，是否真的发自自己内心，那并不重要。因为对于小民来说如果不随大流，又能如何？因为大家知道，一旦你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热衷于发表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你就有可能因为打破大家默契中的平衡，轻者被大家视作异类，甚至有可能遭到大家的唾弃。除了很少部分的人能够保持孤傲、独立特行，享受独处的寂寞，而更多的人，他们需要陪伴，需要彼此依靠，因为他们终究是一棵棵小草，没有能力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站在更高处获得阳光，俯瞰群草。而这样的人物，他们不会出现在这些集体唱歌跳舞的队伍之中，因为他们已经无需弯曲自己的膝盖去迎合社会的既定的规则。走过路过看到村里那些放声高歌的人群虽然他们的行为无非呢就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且也希望能够得到在自己所处的群体当中得到更多的资源分享，从而让自己这棵小草能够长得比别人稍微粗壮高大一些。所以这些人为了自己无法精神独立的不安，在这种抱团取暖的活动中找到某种安慰，说白了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精神需要，即便是打扰到了其他人的生活，让本应该宁静的环境变得嘈杂，这些在人类心底里固有的自私自利面前根本无需顾忌。其实纵观人类社会，即便是分为集权和民主的两大阵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他们的命运如果不是操纵在政治手里，那就是被资本和利益集团所操纵。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当你在这两种不同的生态当中都有过生活的经历，你才有可能去做出一些比较和选择。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民众来讲，恐怕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也无法做出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生活当中通过依附体制、追逐小利，努力去拥抱他们认知中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求得内心的某种平衡。这应该也是相当部分的普通的民众他们的处世哲学。反过来讲，如果他们处于另外一个生态的社会，如果周围的人都有良好的公德心，都尊重大家遵从的规则，比方说最简单的例子，任何的国人去到了西方的某一些国家，就会遵守那边的交通规则，开车就会避让行人，也绝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聚众的发出扰民的声音。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和自我约束。这就是社会现实，大家还是以平常心看待所以最终要做出选择，怎么去远离这样的喧闹，反而呢是村里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选择要么忍耐，要么在别人莺歌燕舞的时候去到什么地方躲躲清静，或者如果你有能力
可以搬离此处，从此告别这样的环境。如果不能，你只能与这些人们这样的环境共存，除了彼此包容，别无他法。好了，今天呢，一边在村里健身骑行啊，感受到这个村里啊，越来越多的人跳广场舞，唱着他们未必真的理解的歌曲的，大庭广众底下打扰大家的清静啊，稍作议论，却也无可奈何。那今天的骑行慢聊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观赏，下一次骑行再见，拜拜。